1太瓦，不是1兆瓦，不是1000兆瓦，是1太瓦。3天前，马斯克站在奥斯汀一座废弃发电厂的舞台上，用直播告诉全世界，他要建的这个叫 Terafab 的工厂，1年的算力产出要达到1太瓦。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今天全世界所有芯片厂加在一起，1年能生产的算力大约是20几瓦。他说，一座工厂要超过全球今天总和的50倍。先别急着说又在画饼，也先别急着说这次一定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把这件事拆清楚 ，Terafab 到底是什么？这是特斯拉、SpaceX 和 xAI 3家公司联合发起的芯片制造合资项目，投资规模估计在200到250亿美元之间。目标是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建设一个把芯片设计、光刻、制造、内存生产、先进封装和测试全部整合在一起的半导体综合体。技术节点指向2纳米。也就是目前全球正在进入商业量产的最先进制程。初期产能目标是每月10万片晶圆，最终规模要做到每月100万片，相当于台积电目前全球总产出的大约70%，而且这70%来自一栋建筑。发布会在3月21日举行，这不是什么消息人士透露，还等待确认的传言。这是马斯克亲自站台，3家公司联合对外的正式宣告。那这件事为什么要在现在发生？马斯克在2025年4季度财报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投资者，外部芯片产能在3到4年内会撞墙。台积电、三星、美光这些供应商的产能扩张有自己的节奏，而这个节奏匹配不上特斯拉体系里的算力需求增速。发布会上，他说了一句话，我认为是这次最值得反复听的一句话：我们要么建 Terafab， 要么就没有芯片。我们需要芯片，所以我们要建 Terafab。这句话的语气和一个在谈战略可能性的 CEO 不一样，这是在宣告一个他认为已经别无选择的逻辑。我直接说一个不太让人舒服的背景：特斯拉今天并不是一家蒸蒸日上的车企。2025年，特斯拉全球交付量下滑了 8.6%， 降至大约160万辆，是历史上最大单年降幅，也是连续第2年全球销量下滑。欧洲跌了 28%， 德国跌了将近 48%， 中国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年销量下滑。与此同时，比亚迪全球交付量同比增长 28%， 超过了220万辆，在全球销量上正式超越了特斯拉。我为什么要在谈 Terafab 的时候先说车的数字？因为这个背景很重要。一家主业在承压的公司同时宣布一个投资规模相当于自身年度资本开支预算的超大项目，这不是在财务层面零压力的状态下做出的决策，这是在一个现实的约束条件下压住下一个叙事的时间节点。理解这一点，你对后面所有数字的判断就会更清醒。现在来猜，第一个核心论点 ，Terafab 代表的战略意义究竟是什么？事实层面先说清楚，这个项目是特斯拉、SpaceX、xAI 3家的合资，而不只是特斯拉一家的事。投资额在200到250亿美元。但特斯拉首席财务官在发布会后明确表态，这笔钱目前还没有被纳入特斯拉2026年的资本开支计划，而特斯拉2026年已有的资本开支预算本身就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也就是说 Terafab 的钱是额外的，是目前还没有确定来源的。为什么这件事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终端用户开始系统性的往回收关键制造能力，这在 AI 硬件领域还没有发生过。过去英伟达设计，台积电制造，应用成公司来买，这套分工本质上是一条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的食物链。一旦超大型终端客户开始说我要把食物链里最贵的那段自己做，整条链子的每个环节都要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不是今天就崩，是逐步松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估，市场会怎么解读这件事？机构里分2派，看多的一派认为 Terafab 让特斯拉的估值叙事从卖车加一点 AI 升级为机器人、自动驾驶、算力、制造一体化平台，这是估值中枢上移的理由。看空的一派认为这是一个资本开支黑洞的前期信号，会在未来几个季度里压制自由现金流，而且这笔钱今天还没有进入预算，意味着未来某个时刻会有一次令人不舒服的财务公告。散户最容易误判的地方是把这件事简化成特斯拉要取代英伟达了，所以英伟达要跌，这个逻辑是错的框架。特斯拉从英伟达买的芯片主要用于数据中心、训练侧，不是端侧推理。Terafab 和 AI6解决的是特斯拉自己用的端侧芯片问题，英伟达在训练侧的护城河短期内不受这件事的直接影响，因为 Terafab 的芯片不是用来卖给别人的，是自用的。这2件事的商业模式根本不是同一条赛道。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个消息本身不是一个适合拿来做短线决策的信号，你需要盯的是3件具体的事。第一，后续季度财报里资本开支有没有实质上修？
第二，德州项目有没有开始出现设备采购或施工进场的证据？第三，管理层有没有开始给出 Terafab 的分阶段里程碑，而不只是继续讲宏大愿景？有了这些证据，再谈乐观，没有这些，这是远期趋势，不是短期业绩驱动因素。现在讲历史案例，我只讲一个，但要讲透。2020年9月，特斯拉举办了一场叫做电池日的发布会。马斯克站在台上宣布了4680电池技术，他的承诺是，这种电池成本要比现有方案低50%，干电极工艺彻底改变电池制造逻辑，1年内产能达到10几瓦时，2030年达到3000几瓦时，相当于每年供应2000万辆车。当时市场的反应是什么？先是兴奋，然后困惑，然后失望。特斯拉股价在电池日当天下跌了将近7%，为什么？因为那天技术本身很扎实，甚至超出了部分预期。但什么时候能量产这个问题，马斯克没有给出让市场满意的答案。机构投资者听到的信号不是明年就量产，而是技术路线定了，时间表还很模糊。在一个已经把成功预期定价进去的市场里，确认了技术，但没有给出量产节点，等于低于市场的隐含预期。就这样，好消息变成了卖出信号。后来发生了什么？5年半过去，4680项目被普遍认为是马斯克所有项目里最令人失望的案例之一。干电极工艺经历了6到7次重大修改。特斯拉的头部电池供应商公开表示，马斯克不太懂如何造电池。今天4680的量产规模仍然远低于当年发布会上宣布的目标。这和 Terafab 有什么相似之处？相似的地方很清楚，两件事都是马斯克选择了全行业最重、最慢、门槛最高的制造环节。两件事都以史无前例的宏大数字来定义，两件事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战略逻辑，但执行层面的难度都被发布会的叙事淡化了。台积电花了数十年时间，招募了全球最顶尖的工艺工程师，用将近165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建了6座工厂，而且这6座工厂的2纳米产能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完成。马斯克说他一座工厂就要超过台积电全球产出的70%，这不是不可能的方向，但执行路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可能让时间表往后滑的变量。不同的地方也有。4680是材料科学和制造工艺的突破，面对的是原子级别的物理限制。Terafab 的定位更接近系统集成，不一定需要在制程上超越台积电，只需要在自用场景里足够快、足够可控。这两件事在技术难度的性质上并不完全一样，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说 Terafab 一定会复制4680的失败，但同样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假设这次一定不同。正确的姿态是用4680的教训去校准你等待证据的耐心，而不是用它去直接判断结论。来看第二个核心论点 ，Terafab 之外，特斯拉的短期现实是什么？就在 Terafab 发布会的几天前，3月19日，马斯克在 X 上说，特斯拉希望在2026年12月完成下一代 AI6 芯片的 tape out， 也就是设计、定稿、送厂。这件事有具体合同撑着，三星为这批芯片签订了一份总额165亿美元的长期供货协议。量产节点是2027年下半年，使用三星的2纳米工艺，工厂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市。这几个数字要仔细理解。AI6 芯片不是概念，是已经有代号、有合同方、有制程节点的具体项目。这说明特斯拉的芯片自主化路线已经走到了相当具体的阶段。三星接了这个单，对三星的意义同样巨大，因为泰勒工厂自启动以来一直在为缺少核心客户而承压。特斯拉这笔订单是让三星晶圆代工业务翻身的战略级合同，但是 tape out 在2026年12月，量产在2027年下半年，进入车辆和机器人是2028年，从今天算还有将近2年。这里有一个预期差，很多人会忽略。市场当前对特斯拉芯片自研的定价，大部分来自叙事层面，而不是产品层面。真正能让叙事变成基本面的节点，是2027年下半年三星 Taylor 工厂能不能按时量产，以及良率能不能达到特斯拉的要求。三星在先进制程上跟台积电有技术差距，这是行业公开的判断。如果2纳米工艺的良率不达标，量产时间表还会再往后移。这不是悲观，这是芯片制造的历史基准。这里有第二个散户最容易误判的地方，听到特斯拉和三星签了165亿美元的大单，第一反应是三星大涨，赶紧买。但你要理解，这个合同是从2025年中签到2033年底的长期协议，不是短期收入。三星能不能兑现这笔收入，取决于工厂能不能按时达产，制程能不能合格。这165亿美元是一个分布在将近10年里的承诺，不是明天就能进报表的数字。把特斯拉放回产业链里来看，它在这场芯片争夺战里的位置比很多人想象的要特殊。上游是台积电和三星这类代工厂，短期内他们仍然是受益者。
因为马斯克在 Terafab 建成之前完全离不开他们。三星的泰勒工厂因为拿到了特斯拉的合同，才有了翻身的机会。但长期逻辑变了，如果越来越多的超大型客户像特斯拉这样开始谈自建，代工厂未来拿到的订单性质会从永久依赖变成过渡期支撑。这个逻辑变化不会体现在今年的财报里，但会在5年后的估值讨论里变得无法回避。中游是英伟达。Terafab 不会在短期内动摇英伟达的训练车霸主地位，但它会在市场层面打开一个问题的口子。如果连特斯拉这样体量的客户都开始认真考虑端侧芯片自研，那么还有哪些其他大客户会跟着走这条路？英伟达护城河的本质不只是芯片强，而是全行业暂时离不开它。暂时这个词 Terafab 让它的分量重了一点，下游是整个依赖外部算力的 AI 应用公司。如果马斯克的垂直整合成功，他的机器人和自动驾驶在算力成本上会比继续外购的对手拥有一个潜在优势。这个优势今天不明显，但在算力成本成为机器人商业化的核心变量的那一天，它会变得非常重要。再往下看，资金行为的分层，低成本机构已经持有特斯拉仓位，他们看到 Terafab 首先关心的不是故事，而是资本开支上调会不会压制短期的自由现金流，以及管理层给的时间表有没有实质信息量。如果后续1到2个季度的财报里，管理层在 Terafab 上仍然停留在愿景层面，这部分资金大概率会保持原有仓位不动，不是因为他们不信，而是他们在等可以量化的节点。趋势资金对叙事的反应速度比基本面快得多。Terafab 发布会这类宏大事件，往往在最初的48小时到72小时内触发最大的情绪推动，但能不能持续，取决于接下来3到4周内有没有新的实质进展信息跟上来。叙事驱动的上涨有一个固有节奏，情绪推升，信息真空，等待兑现。中间的信息真空期往往是最难受的时间段，散户最容易在什么时刻做出最坏的决策？就是在事实确认那一刻冲进去，消息已经出来了，情绪已经推了一波了，这时候追进去的成本包含的是一个已经被市场定价的情绪溢价，而不是你判断了什么别人没判断到的信息。买预期，卖事实，这个道理讲了很多年，但每一次大趋势出来，都会有大批散户在最热的时候进去，然后在信息真空期拿不住。这里有第3个容易误判的地方，有人会觉得 Terafab 对英伟达是长期利空，所以去做空英伟达。这个逻辑的问题在于，他把时间轴压缩了。Terafab 就算顺利推进，从影响英伟达的可寻址市场，到传导到英伟达的财务数字，中间有一条非常长的路。而且特斯拉的 Terafab 芯片是自用的，不是在市场上和英伟达抢客户。真正对英伟达形成压力的是，如果 Terafab 带动了一批其他大客户开始认真思考自研路线，这个压力是存在的，但它是5年后的事，不是今天的交易逻辑。现在直接给判断，已持仓特斯拉的人，短线和中线要分开看。短线不要因为 Terafab 加仓这件事目前还没有进入特斯拉的资产负债表，资本开支确认之前，它是叙事，不是业绩。如果接下来2个季度德州项目有具体的设备采购记录、人才招募公告或者第3方合作方的落地确认，那是加仓信号。在那之前维持仓位不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追的代价是在情绪溢价最高的时候买入，等叙事退潮，你的成本会比基本面应有的价格高出很多。东线 AI6 芯片在2027年下半年量产是一个有合同支撑的具体节点。这个节点一旦顺利落地，特斯拉的芯片自主化趋势就会从远期承诺变成可以验证的进度表，估值中枢有理由上移，中线角度值得持仓等待。但如果2027年量产节点出现明显推迟，或者三星2纳米良率的消息出现负面报道，要及时减仓，不要硬抗。未持仓的人分2种情况：对特斯拉感兴趣的不追发布会情绪，等德州项目出现实质施工进展，或者 AI6 芯片 tape out 确认完成，届时哪怕价格贵一点，确定性也远比现在高。你真正应该等的信号是叙事从口号进入执行层面的第一个可以被验证的证据。对三星感兴趣的逻辑有道理，但要看清楚核心风险。三星能不能从这笔165亿美元的合同里真正变现，取决于泰勒工厂2纳米工艺的技术成熟度和良率进展，这才是最应该紧盯的先行指标，不是合同本身。最后，把这件事放回到更大的框架里来看 ，Terafab 的出现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AI 竞争打到某个阶段，拼的不再只是谁的模型更好，谁的应用更聪明，谁的故事讲得更大，拼到最后，它会重新回到最底层、最重、最慢的那些东西，电力、制造、材料，还有谁能把这些东西真正抓在自己手里？这一轮最贵的护城河，可能不是代码，而是物理世界里的基础设施控制权。留给你的问题是：如果今天最聪明的钱已经开始在压那些能把算力、制造和终端绑在一起的公司，那些只会写代码、
只会训练模型，但没有任何物理世界立足点的纯软件 AI 公司，他们今天享受的估值溢价，到底是已经开始被重新定价，还是还没有人真正意识到那个溢价正在消失？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